这是我淮阳王府的传世之宝，今日我把它传给你。你若真有这份心，倒也罢了。最近又是问安又是端水，比垂腿的总角小童还要乖巧，你就不怕为娘把喝进去的茶给吐出来吗？那不能。你就这么不放心这个柳绵堂？他若懂规矩，做母亲的自然是疼他这个儿媳的。那母亲能不能再多疼爱一点？你说什么？那我说了，母亲能不能再多疼爱一点？你休要打这个主意，这可是我们崔府的传家宝。那这不也是给历代王妃的传家宝吗？我跟她都已经签过婚书了。等他过了6礼，我自然会给他的。哎呦，母亲，多说无益。当初你祖母也是等我进了青庐之后，才将这些信物交转给我的。为娘可是伯爵府的嫡长女，她不过就是一个县主，怎能逾越？那既然这样的话，儿子就只能多滞留几日了，把堂给拜了。你说什么？那母亲要遵循老祖宗定下的规矩啊，儿子理解的，不能怪母亲，要怪就只能怪儿子疑心病重，非要把这个信物给了他之后，才能放心的出征嘛。那这样的话，我就只能落得一个抗旨、延误军情的罪名，那我就担着吧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去传军令，延后出发。不许去！我给他就是了。儿子，多谢母亲。也要谢过三清真人，成人之美。母亲，儿子此番定平安凯旋。跪下。你也不问问，我为何罚你跪祠堂？您是绵堂未来的母亲，母亲教训规矩，天经地义，绵堂心悦诚服。今后你就是王府的人了，要记得我今日说的话。这是我淮阳王府的传世之宝，历代王妃都曾戴过它，多少名门闺秀都对它求而不得。今日我把它传给你。母亲，哎呀，叫太早了。多谢太妃。你既要嫁入崔府，也该开开眼界，打开看看吧。嗯。可不要过于惊讶。怎样？这钗子看着很古朴，到底是年岁深远的东西。你呀，还是眼界太浅。莫要，关门，熄灯。是。这下明白什么叫传世之宝了吧？太妃今日触碰的是绵堂的底线，绵堂这就告辞离府，还请太妃好生歇息。我也是辗转反侧了许久，
才想到让你与秉兰为平妻，一起入王府。所谓平妻，是那些出门在外、四海为家的商贾们才行的事。反正一妻在南，一妻在北，倒也相安无事。可若两个平妻同在王府里，只怕再贤德的，也会变得不那么贤德了。你若不答应的话，便会落个擅妒的罪名。擅妒的罪名，我不在乎。可这会坏了王府的名声。太妃的这番话，真是将绵堂多日以来的真心，都糟践了个粉碎啊！我也是真心疼你的，那钗子都给你了。我也这么觉得。绵堂从小失去了母亲，在王府里的这些时日，一直都真心把您当母亲的，想着您也是刀子嘴豆腐心，总有一日会被我给焐热的。直到那日太夫人寿宴，我才发觉您还是看不上我。太妃今日触碰的是绵堂的底线，绵堂这就告辞离府，还请太妃好生歇息。夫人，西营出现了细作，粮草被毁，没能牵制住鲁王军队。鲁王的2路军马在同域形成夹击之势，将王爷逼退至骊山之上。僵持至今，尚未解决困局。王爷有危险吗？行舟即退至骊山，想必是因此处地形易守难攻，便于他下一步打算。他向来不打无准备的仗，我相信他会有破解之法。哦，夫人，战事之下驿道堵塞，去往东州的商路都断了。近日，真州城内多了不少游走的商贩。保佑行舟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的。太妃，柳绵堂，是我带他来的。辛迪，你这是何意啊？事出紧急，还请母亲、主母、姨母和表妹不要慌张。有一伙乱贼偷偷潜入真州，扮作货郎逃过了成州的巡防，眼下正直奔王府而来。敌人在岸，他们想拿内眷，王府便是众矢之的。谁又能保证固若金汤到几时？县主说的没错，此乱便是县主察觉出来的，即刻告知于我。行舟临走前将隐卫交给了县主，县主的决断就是行舟的决断。难道我们就非离开王府不可吗？太妃放心，我已与5个商议，带诸位去安全之地暂避。行舟在前线势如破竹也好，绝地逢生也好，首先要确保的就是后方无忧。若眼看着就要攻城，贼人却拿着您的性命要行舟退兵，您说他该如何两全呀？恳请太妃随我出府。还请诸位随县主出府，行敌定誓死守卫王府。